谢勋拒了我的绣球3年，今年是最后1年，他不结，我就嫁给别人。昨夜你明明红着脸发誓，今日定会稳稳接住，这已经是第4年了。天哪！谢世子竟然又把绣球打飞了，这都第4年了吧？是啊，楚家姑娘天生凤命，注定母仪天下又如何？谢世子连续拒接4年，看来是真没瞧上他。哼！楚然，素娘心怀天下，即将周游列国，这护花使者我当定了，你莫要再死缠烂打。谢勋，你今日若走，我们便再无可能。随你，哪怕你今日随便抓个讨饭的叫花子进门，我也绝不回头。小女楚然，今日愿与公子结为100年之好。谢勋，这可是你让我嫁给叫花子的，以后见了我，你可千万别忘记磕头跪拜。原来又是楚姑娘。3年前那个抛绣球的可怜姑娘，哎，那不是镇北侯世子谢逊吗？他竟然回京了，可不是吗？身边带的还是那个素娘。3年前谢世子当众打飞绣，弃楚姑娘离去，那场笑话，满京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！楚然，谢世子，3年不见，你与我装什么生分？3年了，你倒还算安分。谢世子慎言。楚姑娘，旭哥心直口快，他没有恶意。若你还放不下，旭哥哥也并非不能给你一个安身之处。正妻之位你别想了，素娘随我3年，已经有了一生一世的诺言，我会娶她为妻。但看在楚谢2家交情上，我可纳你为贵妾。3年前，楚姑娘站在那高台上，满心满眼可都是这位谢世子。谁说不是呢？那时候谢世子硬说人家死缠烂打，如今这回京城第1日，张口便要人家当妾。笑什么？谢勋，你3年前弃我时说，哪怕我嫁乞丐，你也绝不回头。气话而已，你还当真？我当真了。你若真嫁了，今日还能一个人站在这儿？楚姑娘，女子终身大事不是赌气，你等了逊哥哥3年，如今能有个名分，也算圆满。夺人承诺者，也配谈圆满。楚然，你说话还是这样刻薄。去楚府查，我要知道这3年他究竟在跟谁置气。郎君，若她真嫁了呢？谁不知道他喜欢了我这么多年？满京城还有谁敢娶她这样不检点的女人？长街之上，谢世子自重。你若真能自重，3年前就不会想着拿嫁乞丐威胁我。我从未威胁你。那你当年转头嫁人是做给谁看？楚然，你心里那点心思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谢勋，你凭什么觉得我的婚嫁是为了你？逊哥哥，别在街上同他争。楚姑娘性子烈，许是这些年过得不好，才故意说重话。我过得好不好，与你无关。我只是心疼你。你若真心疼我，3年前就该松开他的手。楚然，素娘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世子，查到了，小的查到了。说。世子，楚姑娘确已嫁人。哎呦，原来楚家姑娘当年不是说说而已，竟是真的嫁了。你忘了3年前这些世子刚走，还真有个衣不蔽体的叫花子捡了绣球。你骗我！婚册在你手里。你为了气我，竟真敢把自己嫁出去。我嫁人是我自己的事。那男人是谁？他是哪家子弟，配得上你楚家门楣？他再落魄，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夫君。夫君？世子，是3年前台下那个捡绣球的哑巴乞丐。原来如此，楚然，你果然还是在跟我赌气。谢勋，我说过，我与你3年前便无瓜葛，
从你答应我抢绣球，却未履行诺言之后，我们便再无一丝情谊。既然只是个乞丐，那这门婚事便不算数。我以为人妻，谢世子当街拉扯有妇之夫，就不怕御史参你一吻？御史，哼，不过就是一个乞丐，也配让我避嫌？诸位可听见了？镇北侯世子今日要抢有妇之妇。谁敢多嘴？楚姑娘，勋哥哥也是为你好，你跟着乞丐只会被人笑话。我嫁谁都比做妾干净。够了！楚姑娘，你有孕了！你怀了那个乞丐的孩子，你宁愿给乞丐生孩子，也不肯等我。我为何要等一个弃我辱我的人？楚然，你真是疯了！把他带走！谢勋，你敢？这孩子不能留，你干净了，我便还肯要你。把他押上车！谢勋，你敢动我的孩子，我便让你用整个侯府来赔！乞丐的孩子也配让侯府来赔？楚姑娘，别再犟了，孩子没了，你还可以重新开始。去城西别院，请最稳妥的大夫。今日这孩子必须处理干净。早这样听话，何必受罪？关门！今日院中之事，谁敢传出去，我就让他永远说不出话。世子，街上看热闹的都赶散了，药铺掌柜也警告过，他不敢承认那是安胎药。楚姑娘，女子总要为名声考虑。抢有夫之妇的人不怕名声，我为何要？我只是心疼你。楚然，素娘处处替你着想，你还如此刻薄。你手里攥着什么？你那乞丐夫君给你的破烂儿。从长街到东宫，从玉佩到禁军，小姐，你一定会来。按住他！楚姑娘，孩子没了，你还能重新开始。勋哥哥已经很宽容了。宽容？灌下去。孩子没了，他自然会清醒。谢勋，你最好记住今日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孤倒要看看谁敢动孤的妻与子。孤，你刚刚自称孤？陈禁军统领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饶命！拉开！冉冉，疼吗？我不疼，殿下。这3年来，我受尽嘲讽，也从未在这些弃我辱我的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。今日，我更不会让他们看我的笑话。殿下，此事是误会，这全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殿下明鉴，臣与楚然自幼相识，楚谢两家原是有婚约在身的。3年前他只是在与臣赌气，这才一时糊涂下嫁了旁人。臣今日带着大夫来，只是心疼他，想要救他出泥潭啊！殿下明鉴，世子怕楚姑娘之子被乞丐毁了一生，这才急糊涂了，绝无半点冒犯殿下的意思。冉冉，你信他的话吗？不信。楚然，谢公子，你3年前在抛绣球的高台上弃我如敝履，甚至带头让我成为满京城的笑柄。3年后的今天，你又何来在乎？你的在乎就是带人当街强抢，就是不顾我的死活强灌堕胎药吗？强抢太子妃，意图谋害皇嗣。谢勋，你可知罪？啊！什么太子妃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她3年前明明是赌气，嫁给了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哑巴乞丐，满京城都看到了，她嫁的是个叫花子。楚然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吗？
我们可是青梅竹马20年的情分，整整20年啊！难道还比不过一个你才认识3年的男人吗？谢勋，你现在跟我谈情分？冉冉，你记得的对不对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我与你的情分，早在3年前，你当着满京城百姓的面，亲手打飞我绣球那一刻，就彻底断干净了。那一掌，碎的不只是绣球，还有我楚然对你最后一点怜悯。你口中那个叫花子，是在我最狼狈、最走投无路时，唯一愿意弯腰替我捡起尊严的人。3年前拜堂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冉冉，你是大梁的太子妃，你的委屈姑替你接了。今日你想让他生，他便生；你想让他死，他便死。死？谢轩，让你这么轻易的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跪下。3年前，你站在高台上俯视我，不肯接我的绣球，说我死缠烂打。今日，你跪在我夫君脚下，这便是你亲手选的路。磕头，为你今日当众强抢太子妃，意图谋害皇宗的罪行认罪。楚然，你非要将事情做绝到这种地步吗？当你让大夫把那碗药端到我面前时，你可曾想过留半分余地？这只是个开始，押入天牢。是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压我儿子！夫人，母亲，救我！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薰儿就算有万般错处，他也是镇北侯府的世子，是社稷功臣之后。您今日如此私自压人，且将他折磨成这副模样，若传到陛下耳中，怕是未免下手太重。有什么事儿，也该交由陛下圣裁。私自压人，意图谋害姑的妻儿，便是当场杖毙，姑也站得住一个理字。既然侯夫人想要圣裁，那便进宫，在父皇面前辩个清楚。娘娘，这伤口极深，那谢世子下手当真狠毒，奴婢瞧着都觉得心惊肉跳。您当真要在此时面圣？这伤是我受辱的铁证，谢家若不倒，这京城的风气便好不了。冉冉，父皇已经在御书房等着了，侯夫人那老臣婆早已在里面哭嚎了大半个时辰，一会儿你只需站在姑身边。殿下，他定会拿谢家3代忠烈的牌位出使，但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让他体面的走出去。陛下，老侯爷在边关风餐露宿，为大梁守了一辈子疆土，你可不能任由太子殿下为了私情如此勾陷忠良之后。他不过是惦着2家自幼的情分，想救他脱离那乞丐的贱籍婚事，这怎么就成了死罪了呢？住口！太子是何身份？岂会无故构陷一个世子？父皇，构陷谢勋做下的那些安杂事，若是传出去，镇北侯府的脸面只怕要扫进护城河里。楚然，你有何话要说？陛下，臣女3年前已与太子殿下拜堂成亲，名分已定，婚册在官府可查。今日谢勋无视纲法，当街强抢臣女，更将臣女锁入别院，威逼大夫端来落胎药强行灌入口中，意图谋杀皇家血脉。侯夫人，你以为谢欣那点驱散百姓的小伎俩，能快得过姑的禁军？启奏陛下，此乃城西长街药铺掌柜2名当街摊商以及楚府老徒的联名画押证词，证词中详细记录了谢欣如何强抢马车以及那碗药的成分。原来殿下在赶去别院救我之前，已经先一步将证人全部保下了。侯夫人，你刚才说那些人早被驱散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帮人怎么敢？混账！谢勋好大的胆子！冉冉，就算薰儿一时糊涂犯了错，那也是因为他心里有你呀。儿女私情的事，咱们2家私下关起门来商量便是。楚谢2家可是几10年的交情，你当真要做得这么绝，非要逼死你谢哥哥吗？侯夫人，当谢勋按着我的肩膀，让大夫把那碗苦药往我喉咙里灌，想要杀我腹中孩子的时候，他可曾念过半分旧情？证据确凿，谢勋简直是无法无天，真当这大梁的律法是镇北侯府开的不成？陛下息怒，薰儿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断没有谋害皇嗣的心思啊！一时糊涂便敢强灌太子妃落胎药，若朕今日准了这儿女私情，明朝是不是谁都能去东宫撒野？传朕旨意，
谢勋德行败坏，藐视皇权，即刻收押天牢，交由大理寺严审，无朕特赦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陛下开恩啊！楚然，你来的正好。侯夫人深夜造访，连这点礼数都等不及了吗？竟要坐在我父兄的主位上。哼，少跟我废话，这东西你立刻签了。不然与谢勋旧情未断，今日别院之事实乃规格征致失礼。这笔法当真不错，把谋杀皇嗣写成了调情，你想的可真美。只要你肯松口，以后谢家记你一辈子的恩，保你在京城荣华富贵。记恩？你家寻儿今日是要杀然然的孩子啊！侯夫人，你怎能如此厚颜无耻？母亲，不必为难，这种颠倒黑白的脏事，我不签。楚然，你以为谢家倒了，你楚家就能安稳吗？楚大人，你在朝中这些年步步增高，哪一步没有谢家的人脉提携？如今你要为了一个出嫁女，断了你楚家的仕途根基。父亲，谢家拿朝堂人脉逼我们，您怎么想？然然，不必顾虑为父，更不必顾虑什么仕途。我楚家门楣虽不如他谢家显赫，但也绝不靠卖女求荣来苟活，按你自己的心走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日这笔账就该算得更彻底一些。这是什么？楚然，你又想拿什么规格玩闹的破烂玩意儿来吓唬本夫人？侯夫人，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不是规格玩闹。这3年，谢勋在北境可不仅仅是当他的世子，他一直私下与北境守将通信，勾结外藩，劝其拥兵自重，静待京中时变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这是伪造！雪儿绝对不敢，他怎么可能？字迹私印暗记，哪一样不是谢勋亲笔所写？侯夫人，你现在拼了命要保的，不是你那一时糊涂的儿子，而是意图通敌谋反的谋逆罪臣。好一个镇北侯世子，当真是让姑刮目相看。传姑口谕，调遣3000禁军，将镇北侯府给姑围了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这是栽赃，这全是假的！楚然，你竟敢伪造证据害我儿！老实点儿，太子殿下面前，岂容你销毁罪证？侯夫人，这上面的一字一句，谢勋的私印暗记，哪一样是能造得出来的？楚然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人！谢楚两家是世交，你毁了薰儿，谢家绝不会放过你！你不能这样对谢家！拖下去！传姑旨意，侯夫人咆哮楚府，意图销毁谋逆铁证，一并打入天牢待审。然然，这可是通敌谋逆的大罪，咱们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给谢家留了吗？万一谢家垂死挣扎……母亲，3年来，谢家可曾给女儿留过半点活路？当谢勋要把那一碗苦药灌进女儿肚子里时，他想过留余地吗？他不留路，我便不留退路。谢勋已经被关进天牢死囚区了，姑本来想，你若想去，姑便陪你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死囚区，那种阴森的地方，臣女就不去了，免得污了眼。供词出来了，和你给姑的那些信件核对过了，分毫不差。信件是真的，北境守将也已被姑派出的亲兵控制。这桩谋逆案，谢家翻不了身。字迹印章枉费我们这3年来在那破旧的小院里一封封比对，一点点查出这些东西。然然，有时姑也在想，3年前姑中毒失烟，流落民间那副衣不蔽体的乞丐模样，旁人都嫌恶的要命，你却偏偏在那个时候嫁了。那时候我只知道你是个被追杀的可怜人，你在暗处养伤，我替你掩护身份。谁能想到堂堂太子殿下竟会在我那漏雨的小屋里替我劈了半年的柴？若非你在那时替姑打掩护，让姑能在暗地里调动人手，谢勋在边境的那些小动作，姑恐怕也没这么快摸到。但谢家毕竟在朝堂经营多年，镇北侯还在领兵，谢家不会坐以待毙。我知道。启奏殿下，娘娘，天牢那边传来消息，昨日素娘在牢里哭嚎着求见谢勋，哭了一整夜后，她今日一早却忽然冷静了下来，还隔着栅栏对谢勋出了个主意。她说些什么？素娘对谢勋说楚姑娘天生奉命，天下皆知，只要等到秋猎时，谢家在猎场上造出祥瑞之兆，对外宣称天定奉命在谢家，陛下为了大梁国运，必会心生忌惮，到时自然会特赦免了世子的死罪。用大梁国运做局，他倒真是会抓父皇的软处，可惜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。殿下，这并不是什么软处，更算不得谢家的生路。然然，你为何如此笃定？若父皇当真动了心思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，谢家注定要自己跳进来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天牢，下去吧。谢勋折腾了这么多年，
到头来，竟还要靠着你这天生奉命的名头来保命。谢勋从来都不信什么天定奉命，他之所以要造这个祥瑞，不过是因为他觉得我本就该属于他，他也容不得我嫁给旁人。然然，当年满京城都拿你天生奉命的话当校长，又拿他逼你，你心里可曾怨过这天命？3年前我也曾怨过，那时我觉得奉命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。为了这4个字，我必须高台招亲，必须眼巴巴地盼着谢欣接球，必须为了楚家的门楣和荣耀去委曲求全，按所有人的话走。可后来我嫁给了你，经历了这3年的清苦和相伴，我才终于明白，奉命若当真存在，那也绝非是上天赐给他的施舍，这条路该由我自己选。我选了你，你便是我的奉命。你既选了姑，褪去所有，姑不会让你输。谢家既然还想拿着我的奉命翻身，那我便成全他们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亲手把自己钉死在谢家的耻辱柱上。除了天牢里的消息，这份名单殿下也该看看。侯夫人身边养了个江湖术士，已经买通了猎场的驯鸟人。这上面连驯鸟人的家世背景都查清楚了。然然，你早知道他们要在秋猎上动手。谢家被逼到了绝路，除了拿所谓的天命做最后一搏，他们别无选择。香料、旧物、时辰，他们准备的越周全，这戏台子搭的就越稳。既然你早有察觉，想怎么破这个局？请护国寺了凡大师入秋猎场，唯有高僧之言，才能彻底堵住那帮术士的嘴。再让禁军盯死那些来历不明的香囊和鸟食，只要证据在手，他们造的不是祥瑞，而是催命符。然然，你现在怀着身孕，本该在宫中静养。秋猎风云诡谲，你不必非要把自己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上。殿下，逃避只会让他们觉得我心虚。他们既然想拿我的奉命做刀来杀我们，我便要亲手折了这把刀，让他们看清楚，谁才是这命盘的主人。且让他得意这一时，待会儿天降祥衣，我看他如何下台。谢勋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只要你一回头，我就必须留在原地等你？陛下，老道刚刚夜观星象，又见此刻乾坤流转，实乃天限祥瑞之兆。大梁的奉命所归，今日当见分晓。什么？奉命所归？太子妃不已经坐在这儿了吗？这道士什么来头？敢在御前胡言乱语！陛下，此人乃臣父与北地所遇的得道高人，素来能观天命，断吉凶。臣父本不敢拿来惊扰圣驾，可今日事关我大梁100年应运，臣父不得不禀啊！请陛下看天！百鸟竟落在了谢世子的旧物上，百鸟朝凤，天意昭昭，放在谢家。楚侍女虽已入东宫，但她的奉命根基却牢牢系于镇北侯府。若陛下强行逆天而行，大梁国运必损，江山必将不稳啊！陛下，天命如此，臣父不敢妄言啊！只求陛下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，重审薰儿之罪。百鸟朝凤，难道楚家姑娘的奉命当真系在谢家身上？是啊，若真是天意如此，太子殿下强断奉命，岂非逆天而行？这可是要损及我大梁国运的呀！父皇，既是事关大梁病运的天降祥瑞，便是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。单凭这位来历不明的道友一双肉眼，如何能断定天命？依儿臣看，不妨让真正得道的高僧来解一解这祥瑞，才叫人心服口服。陛下，天机本就不可泄露，高人已经指点迷津，若再找旁人插手，恐会惊扰天神，降祸于我大梁啊！侯夫人如此急切，莫非是这所谓的祥瑞本就是栽赃的，所以怕佛光给照出来？儿臣今日也请了护国寺了凡大师入山祈福，此时大师正等候在场外。宣了凡大师上台。阿弥陀佛，此非祥瑞。大师慎言，如今百鸟朝凤乃是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真神迹。你虽是高僧，但如此信口开河，难道是要违抗天意吗？出家人不妄语，有请陛下搜他的袖带。陛下，此香乃北地特有的银鸟散，只需将此香提前涂抹在旧物之上，再由驯鸟人配以哨音，便可引万鸟争食。此香引鸟非天意，乃文力。
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谢勋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3年前你打飞绣球时说你不信命，3年后为了保命，你竟然连所谓的天意都要伪造。你懂什么？楚然，你天生就是奉命，这京城谁不知道你注定母仪天下？你这命原本就该在谢家，哪怕是抢，我也要把这天命抢回来。父皇，谢家伪造祥瑞绝非临时起意，他们借奉命之名动摇东宫地位，借国运之说以图逼迫陛下有感圣裁。此举与先前搜出的那些通敌谋逆记汉前昭然若揭。这早已不是儿臣与谢世子的私人恩怨，而是关乎大梁江山的安危。阿弥陀佛，陛下，上天有灵，太子妃身怀龙嗣，龙凤呈祥，这才是大梁国运昌雄之兆。至于这挟香引鸟，借天命之名乱朝纲之举，乃是窃国之兆，乃是大凶。镇北侯府妖言惑众，勾连北境守将，意图谋逆夺权。朕给过你们机会，你们却把朕当成3岁孩童般戏耍。传朕圣旨，即刻拿下谢家满门，如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薰儿，我的薰儿。谢逊，这场旧账今日终于算完。压下去。是，传古口谕，今日抄家封府，镇北侯府从此在大梁抹去名号。是不是世子成功了？是不是谢家翻盘了？快放我出去！我是世子最宠爱的人，你们若是怠慢了……别做梦了，镇北侯府今日午时已被抄家封门，这是这封同案论罪的行书。不可能，谢家不会倒的，他说过会护着我的。大理寺奉旨宣判，罪犯谢勋勾连北境边将，意图不轨，伪造祥瑞，欺瞒圣上，更有强抢太子妃、谋害皇子之重罪，数罪并罚，按律50问斩。国贼，简直是国贼！亏我们当年还觉得他是大功臣，当街抢人，杀害皇家子嗣，这种人就该凌迟处死。启奏娘娘，谢勋已经被押出天牢了。监斩官当众宣读了罪状，现在囚车正经过东直街。谢勋如今已经没了人样，百姓们围了一路，烂菜叶和石子丢的囚车都快满了。大家都说他是罪有应得。宝宝，你也听到了吗？冉冉，若是听着不舒服，就让他下去。这种人的结局不值得你费神去听。不，殿下，让他继续说，我要听完。你还是放不下？并非放不下，而是这是谢勋自己选的路。我不看他死，也要知道他究竟是如何走到这穷途末路的。还有那个素娘，她也被一并押到了刑场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谢勋，是他强抢我入府，是他威胁我配合他演戏，我只是个弱女子，我哪敢不从啊！大梁谁不知道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我心里早就又敬仰殿下了，我对太子妃娘娘更是心疼的紧，每看见她受辱，我都心如刀割。大人，求您饶我一命，我若早知道这他要谋逆，我定会第一个去告发他。好一个心如刀割，素娘，这就是你当初跟我说的一生一世，这就是你口中宁死也要相随的情谊。谢勋，你害了我一辈子，你凭什么拉着我一起死？素娘，当初在北京是你哭着求我带你走，说这辈子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人。如今大难临头，你竟然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你以为你这样求饶，他们就能放过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吗？护花使者，到头来那朵花只想踩着它求生。谢勋后来不骂了，他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，一直盯着人群的方向，反复问狱卒和禁军娘娘会不会去。冉冉，你若是不想听或者不想经过那条街，我立刻让人改道，不必为了那样一个将死之人坏了自己的心情。不必改道，今日我要出宫去护国寺还愿，这车辙原本就是要经过午门外那条街的。你还是想见他？我不为见谢勋，他求这一面是他的痴心妄想，但我去那条街是为了把这段路走完。打死这个通敌卖国的国贼，谋害皇嗣，强抢民女，谢家真是大梁的祸害。53刻已到，行刑官就位。楚然，冉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出来见我一面，就看我一眼好不好？我不该打飞你的绣球，我不该带着素娘走，
冉冉，你再看我一眼就行。斩！楚然！娘娘，使劲儿啊！瞧见头了，再加一把劲儿。殿下，夜里风大，夜露已经打湿了您的衣摆，这疼痛从昨夜起就没停。闭嘴！姑今日就在这里守着，他不平安出来，姑半步也不会挪。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殿下！太子妃诞下皇长孙，母子平安。冉冉，你受苦了，姑在外面守着，心都要碎了。殿下，我们的孩子平安就好。圣谕：太子妃楚然诞下皇长孙，纯良温厚，承天奉命，特赐金册，赏珠玉10箱，赐长孙明睿，大赦天下。冉冉，你听到了吗？父皇赐了金册，大赦天下，这是咱们孩子的体面。这也全赖殿下守护，若无殿下，哪有这太平日子？皇帝禅位，皇太子萧剑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众卿平身。娘娘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宫门最偏僻的角落里跪着一个疯乞丐，禁军怎么赶都赶不走。那人抱着个破布团，嘴里一直疯疯癫癫的念着绣球。娘娘恕罪，今日是大喜之日，竟让这种污秽之人冲撞了圣驾，奴婢这就让禁军拿了抹布塞上他的嘴，带走。绣球，这世间竟然还有人惦记着本宫3年前抛下的那颗绣球。今日是你受命赴朝拜的大日子，若是为了这种事劳神，不值得。陛下，这凤袍虽沉，发冠虽重，可有些旧账总得当面算清楚了，心里才算彻底干净。好，你既然想看，我陪你。姐姐，我不敢抬头。3年前在楚府宴席上，我当众笑他想当世子妃想疯了。这脸若是被他认出，现在九族怕是都要没了。闭嘴！当初笑他嫁个叫花子是自甘堕落，如今这叫花子成了天，他成了凤，咱们只有跪在这儿等死的份儿。绣球，我的谢世子接我的绣球了。哪里来的叫花子？娘娘凤驾在此，还敢抱着这污秽玩意胡言乱语，撒手！别抢！这是我的凤命，这是谢逊接的绣球，你们谁也别想抢！退下！我的是我的，绣球是我的，凤命也是我的，我才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陛下，不必。勋哥哥说要娶我的。他说楚然罪不自首，一直死缠烂打，他怎么就死了？明明答应要做我的护花使者，他为什么不护着我了？送去静安堂，找个稳妥的人看管好，衣食照六给，不许他再到宫门惊扰旁人。奴婢遵旨。看了这些事，你可还难受？不难受，陛下。这些旧账都已经过去了。陛下今日批了一天的轴子，还要来替臣妾卸着老胡子。看着镜子里的你，臣妾总觉得有些不真切。在冉冉面前，哪有什么陛下？你若嫌着繁琐，往后朝见便免了那些虚礼。可臣妾还是总能想起3年前在楚家绣楼下那个满身污垢、一言不发的哑巴乞丐。萧剑，3年前抛绣球那天，你为何会恰好出现在那里？那时朝中内乱，我遭奸人暗算，身中剧毒失声。我一路被追杀到京城，为了躲避耳目，只能扮众乞丐。我躲在人群里，本想等追兵离开，可你的绣球偏偏砸了下来，全城百姓的目光瞬间都聚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追兵见人潮汹涌，又怕惊动禁卫军，才没敢在那时动手。竟是如此，我以为我那日是赌气自毁，却没想过那个球究竟成了你的救命符。冉冉，是你救了我一命，所以3年前拜堂那天，我虽然口不能言，却在心里起誓，定要护你一世安稳。那3年，你从来不问我愿不愿回头，也不问我是否还惦记着谢家那个人。你叫我认楚府张表时，我就在想，这样清醒通透的女子，绝不会在那样的人身上折耗一生。我能做的就是替你劈柴担水，在夜里替你查清谢逊通敌的铁证，然后等着你真正接纳我的那天。你那时倒是忍得住，堂堂太子殿下劈起柴来倒是一点不含糊。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把我当丈夫敬着，我自然要护着你，等着你。其实我一直没告诉过你，当初你服下解药，嗓子刚刚恢复时，你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也记得，在那间漏雨的屋子里，我没喊皇位，没喊父皇，我只喊了冉冉。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那个在长街上狼狈不堪的乞丐，
是真心实意想要做我的夫君。冉冉，世人都说你天生凤命，是上天注定，可我知道，这凤位从来不是天定的。若非当年那场变故，我或许还在这枷锁里挣扎。那是你自己选的。3年前你在高台下走向我，选择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，那才是你的命。我这辈子愿为你扫清一切障碍，为你铺平这凤命之路。启奏陛下娘娘，礼部刚才送来急报，明日封后大典的所有仪正仪仗已悉数备齐，请陛下娘娘示下。传旨礼部，明日的大典不得有半点疏漏。冉冉，明日封后大典，我要让天下人都看清楚，谁才是你真正的凤命归宿，谁才配站在你身边。娘娘，这凤袍真沉，上面的金线怕是压了几十斤重，趁着娘娘危仪极了。沉是沉了些，可若是想走稳这条路，这点分量总是要受着的。娘娘3年前若真被那谢世子接了绣球，怕是也就做了个世子妃。谁能想到娘娘亲手选的那条路，竟通往这中宫之主的位置。是啊，3年前我穿着大红嫁衣站在楚家的高台上，满心欢喜又忐忑不安，像个提线木偶一样，只等着谢勋伸手接住那颗绣球。那时满京城都说谢世子是娘娘最好的归宿，那时我也以为被他选择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归宿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归宿从来不是等别人来接住。怕吗？不怕，这万里山河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，这几步路臣妾走得稳。走吧。楚氏冉娘端方持政，护国有功，但遇皇长孙承天奉命，特颁册宝，册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愿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陛下，你看我爹娘，他们终于不用再因为我的婚事被人指指点点过日子了。以后只有这天下人仰望他们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。我的皇后。3年前，我从未想过会有今天。陛下，朕在。瑞儿来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笔锋要稳，这一捺若是不够沉，字便没了骨头。儿臣明白，母后看这一字可有骨气了。比你父皇当年写的强。康宁，继续练，莫要分心。北境狼部联合了却部、鹰部，3组铁骑联手南下，已经连破了2座边城。如今兵锋直指雁门关，雁门关若破，京城便危矣。所以陛下这是来向我辞行的。朕要亲征。去多久？快则3月，慢则半年。北境的3组狡诈，边境那几个老将压不住朕，朕若不去，军心必乱，人心难定。我没有理由拦你，这些年我早看明白了，你先是大梁的帝王，护着这江山万民，其次才是我的丈夫。北境若有闪失，那些心降的武部肯定会生出2心，边关百姓更会沦为待宰羔羊，甚至朝堂上那些不安分的旧臣，也会借着你不在京城的机会生事。既然一定要去，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冉冉请讲。把了凡大师带上，他是国运的化身，一通药理佛法，有他在你身边，我才能在宫里坐得稳。好，朕听皇后的。放心，朕还没教长宁骑射，朕还等着回来陪他在开春释放风筝。父皇早点回来！陛下，妾妾和孩子在京城等你的捷报。娘娘，北境急报。好，陛下连破狼部3座营寨，狼部残余已经透守雪原。传本宫旨意，赏赐出征将领家眷，告诉前朝那些暗中观望的旧臣，陛下圣威所向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让他们收敛些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臣女随兄长进京谢恩，叩见皇后娘娘。娘娘万安。平身吧。赫连姑娘3年不见，瞧着竟比在北境时还要清简了许多。多谢娘娘挂心。边地苦寒，比不得京城养人，倒是娘娘风采更胜当年。这大梁的凤位果然最是衬您。去，把本宫新得的那几匹织锦赏给赫连姑娘。赫连雪，了元大师曾说你心性极韧，
这3年来，本宫的人从未离开过你半步。本宫知道你却步的蛊术厉害，但你最好记清楚，这京城不比雪原，杀降虽是不降，但若有人想动歪心思，本宫也不介意染了这双红手。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女如今只想平安度日，不敢有他想。这些衣物，还有长宁殿里所有的陈设，全部换成咱们从旧宫带过来的旧物。娘娘，您是怕赫连雪进京？那女人的手段我领教过。萧禁不在京城，我便是这座宫城给长宁留下的最后一道屏障。从今日起，你带人昼夜守在殿外，非我亲信，任何人不得踏入长宁殿半步。娘娘，您怎么咳血了？快传太医！启奏娘娘，娘娘这脉象须是近期忧思过度，气血有亏，微臣这就开方子，只需静养调理即可。本宫要听实话。娘娘饶命！娘娘体内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慢性毒，此毒入血已深，并非一日之功。微臣实在是断言了。慢性毒，一日之功。臣女亲手熬制的血烟，请娘娘赏脸。难得你有这份心，我倒真成了谢勋口中那死缠烂打的蠢货了。那日赏了剩下半盏燕汪的工人，半月前便开始咳血，我竟以为他是操劳过度，让他回家养病。娘娘，都是奴婢们疏忽，下毒的手法换了，但下毒的人没换。告诉本宫，此毒何解？娘娘，此毒霸道之极，若想保命，唯有以毒攻毒，需用北京却部特有的血潮胆汁入药。臣不敢擅自用这等虎狼之下。血潮，北京却部领地才有的东西，怪不得赫连雪入京时大张旗鼓地带了12只木甲。奴婢记得，其中一只是说是却部进贡给娘娘的珍稀药材，恐怕那里面装的就是本宫的命。他这是算准了药性发作的时辰，在等本宫开口求他呢。娘娘，若真是为了身子，不如本宫这辈子跪过天地，求过自己，唯独不会求这种狼子野心的人。传话给赫连雪，就说皇后偶感风寒，近期要静心礼佛，免了各府命妇的陈审，让她也不必来了。娘娘，这是赫连姑娘托人回的信，珍重。她是在祝我早日归西。这朱砂颜色刺目的真像我的血。娘娘，让奴婢守着您吧。把长宁抱到偏殿去睡，锁了殿门，除了你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本宫要在这一格一格的数清楚，到底还要等多久。小姐，你已经走了47天了。10天前，最后一道战报说你深入雪原，后续的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传回来？娘娘，盯梢的人回话了。赫连雪昨夜扮成送菜的杂役，悄悄从西侧角门出了宫，他怀里死死抱着那只木匣，一刻也没松手。他去了哪儿？城西那座废弃的制造坊，3年前查封谢家渔产时一并收了官，那地方荒草长得比人还高。谢家的旧地，他倒是会挑地方。传本宫密令，调一队精锐进去，随本宫暗中出宫。娘娘，人已经离开了，要不要现在就？不急，进去搜，看看他在那破房里留了什么宝贝。娘娘，只找到了这个。娘娘，这是未经调制的血潮原汁，此物腥甜入鼻，若直接入血，不消片刻便会心脏麻痹而亡。赫连雪留着这个，绝非为了给娘娘治病。他不仅是要挟本宫，他这是算准了时机，想要本宫的命。证据确凿，末将这便带人去把那人抓回来，碎尸万段。站住！萧禁在雪原追击残军，至今音讯全无。朝中那些不安分的老臣已经在暗中串联盯着那个位置，此时若动了赫连雪，北境心降的族群定会以为大梁要清断旧账，开始借机反叛。3族叛乱未平，心降的四部若再反，边关便彻底完了。为了大梁的江山，他这条命本宫现在还不能拿。撤了包围，只留2个人，昼夜盯着这里。娘娘，臣女在北境时曾偶然携得一味古方，正治气血亏虚、久咳不止之病。此药需以雪蝉胆汁为饮，配以极寒之地的雪山灵芝，熬制7期49个时辰。娘娘如今病势沉重，若还信得过臣女，不妨一试。赫连雪，你当真是算准了，
你算准了萧逸不在京城，我孤身一人不敢在这时动你。娘娘，请用药，莫要辜负了臣女和北境各族的一片赤诚之心。赫连姑娘当真是有心了，为了本宫这身子，你怕是没少在城西那座废弃织造坊里费心调制吧？娘娘，您这是何意？这可是臣女的一片赤诚之心。为了这碗药，臣女几乎熬干了心血。您竟然……赫连雪，收起你那副可怜相。你入京10日，给我下毒7日。今晨你扮作杂役，匆匆赶往城西那座废弃织造坊取了新毒，可惜你那瓷瓶里的元日在忙乱中被打翻了半瓶，剩下的那点量毒不死我，顶多也就只能让我再多咳几日血罢了。娘娘便是病糊涂了，在这里信口污蔑，臣女一心求和，天地可见，臣女冤枉。赫连雪，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局势，萧逸在雪原失联，朝局动荡，北境疆族个个都在观望。你现在杀了我，北境立刻会陷入混战，你所在的阙都首当其冲，绝逃不掉被三族吞并、屠戮殆尽的下场。你做这一切，甚至不惜搭上整个阙部的前程，究竟是为了替谢勋那个废物报仇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心里的那点执念？不是为了他，他在给我的信里亲口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3年前在楚家高台上，他亲手打飞了那个绣球。他说他那天该接住的，只要接住了你，楚然就是他的，你该是他的世子妃。可你不肯等他，你转头就嫁了别人，你让他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是你亲手把他逼上了绝路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他只是太骄傲了。后悔？赫连雪，你当真以为他的后悔里有半分是对我的怜悯吗？他在信里写他的悔意，可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从没后悔过当初为了素娘当众羞辱我？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从没后悔过在长街上当众强抢有妇之夫？他有没有告诉你，当他在那别院里按着我的肩膀，强行把落胎药往我喉咙里灌的时候，他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？他谢心到死，后悔的都不是伤了我，而是他输了。他输给了萧劲，输了他原本以为唾手可得的凤命。他不过是把一个姑娘的一厢痴情当成了刀，临死都要让你替他扛起这卑劣的仇恨。赫连雪，你今日出不去这座宫门了。娘娘以为自己赢了吗？阙部的人已经出了京城，带着我亲手写的信去了雪原。信上说，娘娘毒发垂危，朝中无人主政，请陛下速归。他在战场上看到这封信会分析，他一分析，那些箭就射得准了。娘娘，你猜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把他带下去，冲我下去又如何？等陛下回过神来，我会告诉所有人，那信是你逼我写的，是你让我阙部的人送去雪原，扰乱军心。楚然，所有罪名都会落到你头上。娘娘，您撑住！立刻派人快马去雪原，不惜一切代价接住那封信。若接不住，就找到陛下，亲口告诉他，京城一切安好，本宫在等他回来。母后，你的脸上怎么湿乎乎的？是有水吗？是啊，许是风大迷了眼。萧劲，你千万要活着回来。娘娘，边境传来的消息，怕是瞒不住了。说大王在雪原追击时中了阙部淬了蛊毒的暗箭，坠入冰河，至今下落不明啊！流言说那毒箭见血封喉，大王坠河时玄甲已被鲜血浸透，捞上来的只有一具染血的空甲。流言止于智者，尔等身为大梁重臣，竟也听信这些无稽之谈。娘娘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如今朝局动荡，人心惶惶，臣等联名上书，请娘娘即刻下旨立皇长子为太子。请娘娘垂帘听政。只是娘娘一介女流，臣等几位老臣愿代为分忧，竭力辅弼娘娘处理政务。辅弼？几位大人是想辅助本宫，还是想借着本宫的手，让这大梁的江山改了姓？退朝！谁若再敢言立储之事，按祝尧军心论处，斩！皇后娘娘起驾！摆驾，回宫。萧劲才走了多久，这朝堂上的魑魅魍魉就全冒出来了。有人忙着结党营私，有人忙着另立新君，甚至还有人敢把手伸向北境余孽。这帮人是觉得本宫拿不住刀了吗？若不是此刻腾不出手，定要叫他们知道什么叫清算。娘娘，奴婢回来了。奴婢无能。信截住了吗？那信蛇跑得实在太快，奴婢赶到大营时，那封信已经送到了陛下手中。更糟的是，陛下看完信的次日便乱了方寸，亲自率领轻骑深入追击狼部残军，在冰河畔遭遇了对方的伏击，陛下中箭坠河了。娘娘，军中传来密报，
在那冰河下游搜寻了数日，至今还没能打捞到陛下的。传本宫密旨给军中，严禁任何人议论此事，封锁所有往京城传的消息，对外只说陛下受了些轻伤，正在营中调养，不日便归。萧禁，你打下的江山，本宫一定替你守住。长宁还小，朝中那帮老秦晋和北境的恶人都盯着这把椅子，赫连雪还在等本宫断气。我若倒了，他们便会把大梁吃的骨头都不剩。朕案3日内归。母后，母后快看，这是从父皇的铠甲里掉出来的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出征前夜我一针一线绣给他的。他分明说过要贴身带着，陪他在雪原杀敌。既然他中箭坠河，这帕子应该在他胸口才对。母后，这里有个黑黑的小破洞，是父皇打仗被箭扎的吗？信已收到，勿忧。朕归矣。他还活着，萧禁他没有坠河，他回来了。母后不哭，父王是回来了吗？可他为什么不肯现身？这帕子为何会无缘无故从铠甲里掉出来，又偏偏落在了长宁手里？我明白了，萧禁，你是在告诉我你不能现身。赫连雪的信进了大营，军心定然已经浮动。如果你大张旗鼓的归京，北境那些余孽必会在归途设伏，朝中那些狼心狗肺的人更会提前倒戈反扑。你想隐在暗处收拾那些等着你死的人，既然如此，这明面上的残局我替你撑着，这盘棋本宫陪你下到底。长宁，这帕子是你父皇的心菜之物，先让母后替你收着，好不好？母后，那父皇是不是很快就要回来了？快了。赫连雪，娘娘传给却步那封信，说陛下中箭坠河，下落不明，杀我了，引得满京城风言风语。可惜你千算万算，却漏算了一件事。那封信送出去的次日，你雀手首领便迫不及待带人围了陛下大营，想趁乱袭营夺权。可惜那晚营中声仗议事，坐在主位上的不过是个穿着陛下铠甲的替身，却不袭营扑了个空，反被大营外的伏兵包了圆。你却不辛辛苦苦攒下的300精锐，一夜之间全军覆没。你写的那封信确实进了大营，但他没能害死陛下，倒是替你们却步招来了灭顶之灾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那封信是我亲笔写的，看到了就一定会分心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他只要分心一瞬，就一定会中暗箭。他确实中箭了，可他没死。那一刻，他穿着另一件轻甲上了战场。你们射中的不过是那件挂在马上用来引蛇出洞的空悬甲。你骗我，你在骗我！他要是活着，早就大张旗鼓回京了。他怎么会舍得把你一个人扔在京城撑着局面？他一定死了，对不对？萧禁，这帕子上的胶痕扼着掌心，就像你隔着千里大漠递给我的承诺。我信你，你一定就在这京城的某个角落。好一个赫连雪，天牢里的那个竟然是替身！我关了整整3天的，不过是却步一个身形相仿的死士，我竟大意到了如此地步！末将万死！竟然让刺客在禁卫森严的宫中劫走皇子，末将这就调集3000精锐，即刻包围城西织造坊，定要踏平那处逆所。站住！他说了，若见禁军子亡，赫连雪敢在宫里带人，这会儿织造坊必然布满了埋伏。你带兵过去是想害死长宁吗？可娘娘若是单枪匹马前去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他不会现在杀我，他要我活着去，引出藏在暗处的陛下。他要在萧禁面前亲手杀了我，唯有在那一刻要我的命，才能解他心头之恨。娘娘，这太危险了！不必再劝，我意已决，不能慌。楚然，你绝不能慌，长宁在等你去救他，你绝不能哭，更不能乱了方寸。娘娘果然守信，当真是一个人来了。母后，别动，吃你的点心。母后，这个姨姨说带我来玩，可这里好冷，我一点也不想玩了。赫连雪，你大费周章把本宫引来，就是为了让孩子陪你在冷风里吃点心。放心，我还没下到要跟一个孩子计较。我恨的人从来只有你。这碗药跟上次那碗是一样的成分，娘娘，只要你当着我的面喝下去，我立刻放了这孩子。母后别喝，那药是坏的！母后快走！母后，你走，你快走！你去北边找父皇，别管宁儿了。赫连雪，你我都清楚，
你恨的是我楚然，放了他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你先喝药。我喝，但我现在这副身子，若是没力气走过去，这药洒了可就浪费了。你总该让我走过去，亲手把碗端起来。退后半步。母后快跑！玉芙，谁？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谁敢坏我的好事？父王，救命啊！怎么可能？那剑上明明有毒，你竟然没死！压下去，看牢了，明日午门凌迟。谢逊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替你报仇了！父王别走！父皇不走，父皇再也不走了。那帕子是你故意落在长宁那里的？朕回京后局势未明，不能立刻露面，只能让暗卫潜入宫中，悄悄把帕子放进长宁的玩具匣里。朕想，你那么聪明，看到那行字就一定明白朕的意思。赫连雪以长宁要挟时，朕的暗卫已经跟了他整整3天，他每一步都在朕的掌控之中。今夜放你一个人来，是想让他把戏演全，让他再无翻身之机。只是，你肩上的伤是朕算漏的。一刀换他当众伏法，值不值？在朕心里，你一根头发都比他全族的命值。冉冉，对不起，朕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出这么远的门，再也不会把你和孩子独自留在京城了。说话算数，这大梁的皇后，我只当这一次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我便带着长宁消失，让你再也找不见。朕以大梁江山起誓。他咬断了舌头，自尽了。他临死前唇角带着笑，手里攥着这个。他说他替谢勋报了仇，却不知道谢勋从始至终都没爱过他，只把他当成一支临死都要射向我的毒箭。谢勋欠下的情债纠缠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在这一夜彻底还完了。冉冉，朕在雪原中剑坠河的那一刻，心里想的是，若是朕真的回不来了，你就带着长宁回江南去。楚家在杭州不是还有一处旧宅吗？那里离京城远，足够你们母子安身立命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后来呢？后来冰冷的河水呛进肺里，朕又突然想，不行，你性子傲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世道上走，太累了。朕得活着回来，亲自护着你们。父皇、母夏，抱抱。那个绣球的旧梦被他3年前捡起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落回过地上。此刻稳稳当当就在他的手心里。